如及莫千舟所料，芥木白会狮子大开口，并且还不肯一开始就说清楚，摆明了就是要借此机会狠狠宰他们。但及莫千舟还是准备试试。人品不谈，芥木白的能力他还是相信的，毕竟狱宗的很多棘手问题都是芥木白解决的。结界天才，绝非浪得虚名。大师，那你准备何时开启气运圣境？及莫千舟问。宜早不宜迟，不然就要错过时机。我现在就来去开启，你们在此等我。话罢，芥木白便离开了此地，而百里子陵则顺势将那卷轴拿了过去，认真看了一番后，眉头微微皱起。千舟叔叔，这芥木白真的可信吗？他真有这个能力，可莫要被他骗了。百里子陵看向及莫千舟，他的担忧很简单，就是害怕芥木白骗他们的资源，哪怕此时只是开胃菜，可要的东西也是价值连城。芥木白并非那般没有格局之人，此人野心勃勃，相比于我狱宗对他的需要，其实他更需要我狱宗，不会为了这么点东西就撕破脸皮。放心吧，子陵少爷，就算百里大人他们在闭关，芥木白也不会趁此机会坑骗我们。及莫千舟对芥木白倒是颇为信任，他那儿子芥天已被楚风完全压制，本来是天之骄子，因为楚风的出现，如今名声都臭了，成了天下笑话。他身为父亲的，居然不帮一帮。百里子陵提出了心中不解，气运圣境如此重要的机缘，正常来说，这芥木白不更应该将这个机会交给芥天？人与人是不一样的，也不是天底下所有的父亲都是好父亲。我几乎没有听芥木白主动提过芥天，要么是他隐藏的深，要么是在他心里对芥天也确实没有感情。不过就算没有感情，这也正常，毕竟芥天从小到大都被芥天染带在身边，他们父子见面的机会都很少，感情是需要培养的，哪怕是至亲，若是太久不联系，也难免淡漠。及莫千舟说道，那这样看来，我是极其幸运了，不仅拥有顶级天赋，我还有一个顶级好父亲。百里子陵道，这是自然，百里大人对少爷你，那绝对是可以豁出性命的。及莫千舟道，楚风等人还在九天之巅上，九颠大师还在专注的为王强疗伤。师尊，可忽然刘阔的声音响起，怎么了？九颠大师问。师尊，您先停一停，看一下外边。刘阔道。九颠大师知道自己这位弟子虽然平时屁话多，可也不是分不清场合的，明知自己在专心为王强疗伤，不能分心，却还过来叫自己，那必然是发生了什么。于是九颠大师暂停催动王强的阵法，而是大袖一挥，周遭的景色消散，外面的景象清晰可见。此时能够看到，在血脉天河的一座星域上空，竟出现了巨大的虚影。此景象由气焰凝聚而成，似山一般，极其巨大，几乎覆盖了一大片星域，并且还在不断扩大。虽然不及神之时代，但却也同样惊为天人。眼下九天之巅还未离开血脉天河，因此这个景象更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楚风始终在九颠大师身旁，因此这个景象也是使得楚风看得入神。那景象应该刚刚出现，尚未形成完全体，还在不断变化，随之变化，样貌轮廓越发清晰，能够确定其就是一座巨大无比的山峰。不过随之变化，在山峰后方还出现了一个更为巨大的虚影，那是一个圆盘，圆盘若隐若现，却也能够看到其中刻着一些符咒，只是那符咒并不清晰，自然也无法解读其中内容。伴随山峰越发清晰，在山峰中间竟出现了两个巨大无比的字体，那字体有多大，超越数个世界，而那巨大的字体乃为圣境而字。圣境，楚风认真打量，不由脱口而出，是气运圣境。九颠大师说道。气运圣境，楚风满眼好奇，而随后九颠大师也是为楚风讲述起关于气运圣境的由来。气运圣境远古时期并没有任何记载，但它却散发着远古气息，之所以叫气运圣境，也是因为那从气运圣境内获取的力量很是特别，有人说那就是传说中的气运之力，因此这个名字便也流传了下来。原本气运圣境出现的时间较为频繁，后面便忽然消失了，直至今日才忽然出现。当然楚风更好奇的部分是，芥天染曾在山峰之巅留名，获得了挑战最强气运之力的机会，但却失败了。后面楚风母亲芥染青便一直期待气运圣境出现，准备完成芥天染未能完成的壮举，只是在楚风母亲芥染青出世那个时期，这气运圣境便一直没有出现。师尊，真的是气运圣境吗？刘阔问。这种感觉不会有错，当代也没有人能够伪造得出来这种景象，只是气运圣境为何这个时候出现，莫非是与楚风小友有关？九颠大师看向了楚风，他觉得事出古怪，而若非要说能有人将这气运圣境唤醒，在他看来也非楚风莫属了。楚风兄弟，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你要挑战吗？刘阔问。我想试试。楚风道。与此同时，百里子陵所在的宫殿内，他与即墨千舟也看到了气运圣境浮现的景象。事实上不只是他，这个景象整个血脉天河都看得清楚，若是有特殊手段，就连天河外的人也能够看到。事实上就是各个强大势力都有较强的观察手段，所以气运圣境开启的事情必然会很快传开，也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赶往此地。芥木白说的竟是真的，他竟真能开启传说中的气运圣境。百里子陵虽然确定了芥木白没有欺骗他们，可是看到如此厉害的景物出现，又联想到这与芥木白有关，这让他意识到
芥木白远比他想象中还要强大，这不免让他心生一抹不安。毕竟芥木白终归不是他狱中之人。